拥有一把阿卡47是多少男孩子的梦想，无论是在游戏界还是现实战争中，这把枪的影响力都风靡全球，被誉为世界10大名枪之首。但你绝对想不到，最早的阿卡47是长这样：男孩将火药塞进一根铁管，然后再填满弹珠，一把简易的火枪就制作完成。这便是阿卡47的原始雏形。而这个小男孩就是传奇军事武器发明家卡拉什尼科夫。时间来到1941年，德军和苏联打得不可开交。当年的小男孩已然长成大人，当祖国遭到侵犯时，作为热血青年，他毅然决然选择参军，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坦克手。在一场战争中，他们开着坦克从正面碾压敌人，战友们全部牺牲，卡拉侥幸活了下来，和其他伤员一起被送往后方。由于积雪，车子陷入泥潭，卡拉跟着中尉前往不远的村庄寻求帮助。来到一户人家，从里面竟走出来2名德军，双方展开射击，2人被中尉击倒，但从谷仓里又跑出来一个敌人。就在中尉准备开枪时，子弹却卡壳了。回去的路上，卡拉拆下了中尉心领的波波沙，发现弹夹进水后被冻住了，并且枪支弹簧的弹力不足，在特殊环境下，这杆枪的弊端就会显现，在关键时刻很容易让士兵丧命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意见多多，提出了很多改进方案。之后，卡拉被留在医院治疗，由于伤势严重，短期内卡拉不能返回战场，他被医生遣送回家休养。火车上，他跟一位失去双臂的老兵聊了起来，他告诉老兵自己想做一把冲锋枪。在这场卫国战争中，他清楚地认识到战场单兵作战能力的巨大意义。说着，还拿出自己画的样稿。老兵看到图纸，对他大为赞赏，还鼓励让他一定要做出来。在当时的苏联，一把性能良好的武器是士兵迫切需要的。作为一名战士，卡拉深有体会，他不想士兵在战场上因为枪械故障而白白牺牲。儿时种下的梦想再次被点燃，既然战场回不去了，那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报效祖国。受到鼓舞的卡拉放弃了回家休养，他来到最初工作的车间。卡拉找到站长，想留下来工作，但看到他手臂受伤，站长果断拒绝。但卡拉并没有放弃，一路追到了办公室。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站长，可换来的却是冷漠。被拒绝的卡拉坐在椅子上发愣。他从一旁士兵嘴里听到中校要来。等火车到站，卡拉直接冲到中校面前，在他的软磨硬泡下，向中校讲述了自己的想法。之后，卡拉又来到车间，这次他带来了一封推荐信。在中校的举荐下，站长只好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台。有了自己一块角落后，卡拉开始设计自己的枪械。困了就躺下睡觉，因为手臂受伤，卡拉没办法用一只手控制，于是想让站长给些人作为帮手，却遭到了他的嘲讽。得知卡拉正在造枪，一批工人主动走上前，询问卡拉需不需要技术工人。大家非常支持他为国献身的精神。听说车间有人在制造冲锋枪，工人们都很好奇，跑来参观。这对缺乏技术、手臂还受伤的卡拉来说，正是他迫切需要的。因为上班时间，站长不允许他们干别的，于是工人们决定下班后帮助卡拉。当看过图纸，却只有一张简易的草图。卡拉没有上过学，他不会制图。好在有这些技术工人的加入，他们每人负责一个部件，反复不停地车削打磨，经过淬火等复杂的工序，一个个完整的部件被交到卡拉手里。没多久，一把外形奇特的冲锋枪就造了出来。接下来就是对它的性能进行测试。研发也非常完美，在检查桶里的子弹变形程度一致，枪的稳定性相当好，大家对这支冲锋枪都表示满意。看到结果，卡拉也面露喜悦，他迫切想把这一喜讯告诉中校。来到军事总部，中校人却不在，士兵询问他是干什么的，卡拉直接亮出了这把机枪。士兵吓坏了，他与警卫对视片刻，直接将卡拉扣押了。等少校回来，警卫将这件事告诉了他。当见到这把冲锋枪，少校对他奇特的外形产生了兴趣，以前从来没有见过，于是让人将他送去了靶场。经过简单的射击测试，他的表现出乎了大家的意料，精准度和稳定性都相当出色。他们很想知道这把枪的设计师。少校带着枪械师安德烈见到了卡拉，随后便将他放了。安德烈告诉卡拉，你的设计很巧妙，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。如果想要投入量产，你还需要赢得武器设计大赛。他们打算向军区将军展示这把枪，要是能得到将军的认可，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资格。听闻有把特别的武器，将军立马来到了靶场。经过简单的介绍后，他准备上手射击测试。不管是单发还是连发，这把枪的性能远远超出他的想象。将军叫来卡拉，决定让他代表军区参赛，还会替他写一封推荐信。带资格的卡拉无比兴奋，有了将军的举荐，卡拉顺利来到莫斯科。他被安排在靶场的设计室工作。比赛前，卡拉需要在这里学习并改进和完善自己的枪支。因为不会画图，上级安排设计师琳娜帮他绘制。琳娜的到来让他神魂颠倒。很快到了比赛的时间，因为枪械故障，卡拉没能赢得比赛。他想找上校说情，但机会只有一次。在队长的建议下，他回到自己所在的军区，等待下一次的比赛。回去后，卡拉先是见了将军，但他并没有责怪卡拉，而是给他足够的信心继续设计。之后，他与同伴没日没夜不停地研发，在
在不断的测试和完善中，一把性能更为优良的机枪诞生。卡拉再次回到比赛靶场，枪械的各项性能近乎完美。这次卡拉成功赢得比赛，但由于设计不符合要求，队长并没有采纳卡拉的设计，他的轻机枪不允许量产。听到这个结果，卡拉的内心备受打击，他这里放弃了枪械设计，有了重返前线的想法。但手臂的伤势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钻心的疼痛让他近视了双眼，医生并不同意他继续战斗。双重的打击让这名战士崩溃。好在有队长的鼓励，他非常欣赏卡拉，并且让他和自己一起工作。突然有一天，胜利的喜讯传到了研究所，士兵都在欢呼雀跃，鸣枪庆祝。卡拉高兴的同时，竟有了一丝担忧。这是枪王阿卡斯奇的第一次测试，但这把闻名世界的枪械差点就与苏联无缘。二战后期，阿卡斯奇才开始研发，直到战争结束也没能最终定型，这让设计师卡拉万分焦急，因为战争的结束就意味着不再需要枪械设计。他将自己最新研发的步枪带给了上校，这支枪是他所有的创意和希望，他不想自己的心血就此夭折。上校见状也看出了他的心思，于是顺手拿起桌上的文件，这是一份批准继续研发的报告。苏联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松懈对国防安全的重视，这也就表示卡拉可以留下继续完成他的设计。1947年，卡拉被派往其他战区参加比赛，开发一款新的全自动步枪。卡拉除了吃饭睡觉外，他与同伴整天都泡在车间里，思考着每一个部件的构造和技术上的难题，而之前所碰到的问题在这里也迎刃而解。很快，他们第一批样板就制作完成，新枪的结构更为简洁，故障率大大降低。卡拉迫不及待想要测试他的新枪，但靶场被将军占用，他直接被赶了出来。气不过了卡拉，决定在外面测试。他在一个铁桶上画好靶型，因为随便开枪，卡拉违反条例，他被士兵押走。当看到设计结果时，卡拉露出了笑容，他知道自己成功了。他被带到了将军办公室，将军杰格加廖夫认识卡拉，从他第一次拿着在车间用废铁制作的冲锋枪比赛时，将军就记住他了。对于一个没有上过学的人来说，实在不简单。将军很想看看他设计的新枪，卡拉本想拒绝，但将军表示不会窃取他的创意，因为自己的枪已经组装完成，他只是想见识一下。卡拉拿出样枪给将军现场拆卸，当看到这把枪的结构，将军非常惊叹，它的构造比见过的所有枪都要简单，就连从来没有用过这把枪的人，第一次上手也能轻易复原。将军明白，在这把枪面前，自己的大盘击毫无胜算，与其丢人现眼，不如将其锁起来。没多久，新一轮比赛开始，一把合格的步枪除了精准度外，还需要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。现场比赛的枪械在各种故障中被相继淘汰，但卡拉看起来却非常平静。在经过了水镜和埋沙测试，枪的稳定性没有受到丝毫影响。卡拉的设计从众多枪械中脱颖而出，一把性能可靠、环境适应能力强的步枪就此诞生。卡拉顺利赢得比赛，而这把枪于1947年定型，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卡拉什尼科夫1947年式全自动步枪，简称阿卡47。1949年，这款枪才正式装备苏军。在新制式步兵检阅活动中，卡拉被沃诺诺夫元帅邀请参观。元帅在所有战士面前介绍了这位天才设计师，虽然自己不能重返前线，但看到士兵手里的阿卡47，卡拉倍感自豪。而当时的他年仅28岁，在之后的发展和生产中，这支枪的总产量超过1亿支，是世界上产量最高、适用范围最广和改进类型最多的枪械。阿卡47的设计思路对之后的武器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尽管这样的发明存在着争论和质疑，但他最初的设计只是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。